随着《月升沧海》大结局电影里的来临，该季最终的大结局也已经不难预见。综合去看，在剧情的最后，虽然男主凌不疑终于成功向林一报了仇，他与女主陈少商的感情在历经坎坷之后也得以顺利携手。然而，如果真的是深究剧中其他角色的结局，就会发现圆满仅是表象而已，这其实是个悲剧。凌不疑本就是个彻底的悲剧角色。剧中，凌不疑的真实身份是霍冲的儿子霍无伤，他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亲眼看到反贼凌毅对自己的父亲霍冲还有其他的亲人动手。当时的霍无伤侥幸与真正的凌不疑交换了衣服，这才误打误撞保住了性命。凌毅因为常年根本就不关心自己的儿子凌不疑，所以就把穿着霍无伤衣服的凌不疑当成了霍无伤，继而杀害。孤城一案之后，霍无伤在姑姑霍君华的帮助下，不得不顶着凌不疑的身份开始生活。从小到大的10几年时光里，凌不疑没有一天不过在恐惧和愤怒之中。他为了可以手刃凌毅，甚至不得不认贼作父。剧中每一次凌不疑在审问和当年孤城一案有关的罪人的时候，就像是雍王彭坤，他的眼神中都充满了疯狂和憎恶。包括通过文帝之口，我们得知凌不疑这么多年在外领兵打仗，有的时候一年能打上100场仗。凌不疑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在通过这一场又一场的厮杀来发泄自己内心的痛苦。好不容易凌不疑遇到了自己心爱的陈少商，过了一段相对美好的日子，却还是因为仇恨不得不亲手结束这段感情。他原本以为自己只要找到治罪凌毅的证据就可以顺利复仇，可是姑姑霍君华的离世，凌毅不断利用关系攀附皇室，以及自己与陈少商迫在眉睫的大婚，这些事情都压得他喘不过来气。他真的别无选择，只能自己私下寻仇。在被悬崖救回来之后，听到陈少商向文帝请求退掉与自己和凌不疑的婚事，请求凌不疑放过自己，凌不疑的心有多痛，可想而知。凌不疑原本都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可是偏偏又被救了回来。面对自己最爱之人，对自己最深的失望，凌不疑这个角色的身上真的是充满了悲剧色彩，让人感到心疼。宣皇后遗憾下线。宣皇后一直以来给人的感觉都是非常明事理、识大体，对待陈少商，她就像是母亲一般，爱他护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如此善良和美好的人，一生却在生活的无奈和遗憾当中。从剧中的很多细节，我们都能够发现，文帝对待岳飞和宣皇后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区别。文帝爱的人从始至终都只有岳飞，每次文帝和岳飞谈笑风生，站在一旁的宣皇后就只能低头叹息。宣皇后是老乾王的侄女，当年文帝还未打下天下的时候，老乾王一直在旁辅佐。为了亲上加亲，后续两边也就定下了文帝和宣皇后之间的婚。所以文帝和宣皇后的婚姻其实就是妥妥的家族联姻。文帝和岳飞则是人们羡慕的青梅竹马，高下立判。从小到大，宣皇后一直都是按照家族的安排所生活，她从来没有真正的为自己做过一件事。宣皇后从来不喜欢宫中的生活，奈何却没有办法去追随自由。结局中，宣皇后为了可以保护太子，主动来到文帝面前，让他废除自己的皇后之位。宣皇后明白，太子的性格根本就不适合当一国储君，与其未来真的被废除，还不如自己主动请废皇后之位来得保险一点。在让出皇后之位之后，宣皇后的身体也就越来越差，即便是有陈少商在一旁照顾，也根本无济于事。结局里，宣皇后带着自己对于爱情、对于自由的向往，遗憾地离开了人世。袁善见的爱而不得。在剧中，在凌不疑离开都城去往边境的那几年时间里，是袁善见一直陪伴在陈少商身边。袁善见或许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喜欢上陈少商的，一直以来，他每次看到陈少商和凌不疑之间的甜蜜互动，都会争风吃醋一番。他也是凭借着这些细节，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自己对陈少商的感情。然而陈少商对于袁善见却从始至终都没有爱过的意思。剧情后期，陈少商看到宣皇后的身体每况愈下，听到宣皇后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最终还是选择答应了和袁善见定亲。陈少商曾经非常坦然地和袁善见说过，自己的心里还有凌不疑，然而袁善见却对此表示不在乎。虽然这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但是如果从袁善见的角度来看，他从这段感情里真的就是妥妥的悲剧角色。
袁善坚为了陈少商勇敢过、付出过，只可惜这些都是在凌不疑之后。陈少商的心已经完全被凌不疑所占据，再也容不下任何一个人了。